乱葬岗邪祟肆无忌惮，甚至是已经危害到了夷陵镇下面的村民。从传讯的信号中来看，并没有看出夷陵有多少邪祟，蓝忘机就打算先只身一人前去查看。然而等他到夷陵的时候，发现事情比他想的严重多了。夷陵镇下面的村民早已经走得差不多了，就算是没有搬走的，也只是闭门不出。整个夷陵镇上面似乎是没有一丝人气。蓝忘机皱了皱眉，起身便意见往夷陵的半山腰走去。半山腰上面的邪祟多，但是也不是蓝忘机的对手。夷陵的邪祟太多了，蓝忘机就算是召集所有蓝氏弟子，也不一定全部都镇压得住。更何况夷陵还是一座尸山，山下面对的尸体，不知道已经过了多少年了。忽然就在这时，一只鬼手猛然出现在了蓝忘机的身后。蓝忘机反应快，直接就躲开了，飞在空中，碧尘发出寒冷的光，又快又准地刺向了那个鬼手。鬼手受了创伤，一下子就回到了主人的身边。四周的死尸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已经把蓝忘机围在了一起。蓝忘机面容没有丝毫的慌张，眉眼冷静平淡。他先是给自己设了一个结界，让这些死尸无法靠近他。就在蓝忘机准备驱动剑法的时候，忽然这些死尸不知道听到了谁的诏令，居然全部都散去了。不一会儿，这些死尸居然全部对着蓝忘机俯首称臣了起来，全部都跪下了。蓝忘机愣了一下，忽然低头一看，发现他腰间的陈情发着淡淡的红光。这时蓝忘机就明白了，魏无羡生前是鬼道的创始者，这些死尸几乎全部都听他的号令，而魏无羡驱师御敌的时候吹的便是陈情。久而久之，这些死尸也倒是记住了陈情的模样，看见这个人腰间挂着的陈情，以为是他们的主人。蓝忘机心中有些苦涩。就这样，蓝忘机居然毫发无伤地从山里走了出来。这些死尸见到他，全部都会给蓝忘机让出路。魏无羡就算没有在蓝忘机身边，他也用自己的方式保护了蓝忘机一次。蓝忘机走到山下的时候，忽然一面就遇到了两个人。他定然一看，发现居然是温情和温宁。倒不是他认识温情和温宁，只是当初射日之争的时候，温情一族是一个例外，他们精通岐黄医术，从来没有害过人，相反还济世救人。他们有的同伴受伤的时候，温情还偷偷的来给他们送过草药。温情倒是认出了蓝忘机，他连忙行了一个礼，道：参加寒光军。蓝忘机点了点头，淡淡的问道：你们为何在此处？温情看了一眼自己的弟弟，说道：我们早在10几年前就已经在这里安居定下了，射日之争结束，我们无路可去，就来到，早在夷陵山下面安定下来了。寒光军来此是为了邪祟来的吗？蓝忘机点了点头。温情一眼就看见了蓝忘机腰间的陈情，他开口问道：不知寒光军腰间为何挂着魏无羡的陈情呢？说来魏无羡他们已经将近13年没有见过魏无羡了，这世间也没有他的消息，一点他的行踪都找不到。也不是温情盯着蓝忘机腰间的陈情看，只是那个陈情挂在蓝忘机的腰间，实在是太过于显眼。蓝忘机浑身素白，但是腰间挂着一个黑色的笛子，确实挺引人瞩目的。蓝忘机抿了抿唇，语气有些不自然，道：魏婴他早在13年前就已过世。什么？温宁和温情一听属实，是大吃一惊。温情道：这是怎么回事？他是被讨伐了吗？蓝忘机摇了摇头，道：他的身体因为常年被怨气侵蚀，所以才……温情把自己的草药给温宁，温宁连忙接住，说道：可惜魏无羡没有金丹，不然用灵力维持的话，也许还能活下来。蓝忘机一听，心中大骇，他当初给魏婴输送灵力的时候，发现他那些灵力到魏婴的身上全部都像是石沉大海一样，没有丝毫的波澜。他以为是魏婴的灵力有损，却不知原来他的魏婴早已经没有了金丹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温情道：原本这件事情我是答应了魏无羡保密的，到死都不会说出去的，但是既然他已经过世了，那这个事情说出来倒也无妨。温宁站在一边也不敢吭声。他的金丹是我亲手挖出来的。蓝忘机一听，心里倒是明白了些，心里更加的心疼难受。他说：是给了江宗主吗？温宁也小声地说了句：在刨丹的过程中，魏公子是丝毫没有用任何的麻醉药物的，金丹受到了麻醉药物，有可能会失效。
温情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可惜了。”这句话不是说说而已，他是真的替魏无羡感到有些惋惜罢了。他现在还记得当初给魏无羡刨丹时候的场景，浑身都是血，木床上哪里全部都是血，他第一次知道原来一个人的身上可以流这么多的血。蓝忘机点了点头，并没有说什么，道：“多谢温姑娘，在下告辞。”温情道：“恭送寒光君。”蓝忘机往回走的时候，脚步都有些轻，心里很疼。他手里面拿着魏无羡的陈情，捏得指尖发白。真的是陈情的作用。蓝忘机回去的路途上，遇到的所有的死尸全部都没有攻击蓝忘机。蓝忘机这次在夷陵的探查中，没有受一点伤。天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就下起了小雪。往常冬日蓝忘机觉得似乎并没有这么冷，但是不知道为何他居然打了一个寒战。蓝忘机抬头看，浅色的眼睛里面似乎依然是没有任何情绪的，但是深处却有着无可奈何的悲伤。细小的雪花落在了蓝忘机的眼睫上，化作了水珠，眼看着雪越下越大。蓝忘机摸了摸陈情，眉眼带着淡淡温柔。他说：“回去了，魏婴。”蓝忘机在回去的路上，雪已经下大了，等他到云深不知处的时候，雪已经落了一身，就连那乌黑的头发上面都沾满了雪花。但是蓝忘机并没有在乎这些。他到了云深不知处的大门口，从碧尘上面下来，足尖刚一落地，头上忽然就出现了一把油纸伞。蓝忘机一愣，往身后一看，当场就呆在了原地。那人打着油纸伞站在雪白的天地之间，一身黑衣看起来十分单薄。魏无羡语气温柔，似乎还有些责怪的意味：“蓝湛，为何不打伞？”蓝忘机忽然就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是幻觉吧，还是他的心魔？魏无羡看着蓝忘机呆住的模样，似乎是觉得有点好玩，轻轻地笑了一下，道：“蓝湛，你在干嘛？”蓝忘机神色看起来有些恍惚，又有些不确定地喊了一声：“魏婴。”魏无羡俏生生地嗯了一声，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蓝忘机那双浅色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欣喜，他伸出自己的手，似乎是想碰一碰魏无羡，但是他还没碰到魏无羡，魏无羡就笑着说道：“蓝湛，你乖一些，以后如果出门下雨或者下雪了，就早点回。”蓝忘机声线颤抖，他应道：“好。”魏无羡又笑了一声，他面容苍白，但是眉眼的笑意却十分的温暖。蓝忘机眼睛微微发红，他问道：“是心魔吗？”魏无羡似乎是有些不解，歪着头道：“什么？”